特别是在江泽民最近也发了一篇他认为台湾的问题是他的牵挂等等，大家就觉得这个过程不够非常不寻常，所以这部分陈老师你怎么解读？是不是真的习近平就会这么顺遂，或者还是有其他不同的派系，还是蠢蠢欲动呢？讲到派系蠢蠢欲动，很多人就会想到是不是要逼宫哈？那么这也是确实是各国媒体都非常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毕竟呢，中共的高层政治完全是在黑箱当中，一点都不透明，所以各种各样的猜想永远都有市场，而且呢，基本上都没有办法验证。但是我想对这种逼宫也好，是这个蠢蠢欲动也好，这样的猜想呢，我们是不是要很认真来对待？我觉得说取决讲是你如何去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说听一些主观的臆断。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谈过不少这个问题了。我记得不久前11月17号的节目里头还专门谈过。那么当时结论是说呢，在中共高层的高官包括退休的高层，他们都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其实是这些人都没有机会串联起来从事像逼宫或者蠢蠢欲动这种阴谋活动。那么剩下来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主持人提到的，那么在中共的正式会议上，与会者会不会联合起来逼宫？大家马上会想到说台湾立法院的会议那么毕竟中共开会像不像台湾立法院呢？我先给大家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中共不是经常标榜说它有党内民主吗？到底讲的党内民主是什么东西？其实它只是个障眼法。因为中共的会议绝对不是台湾立法院的院会。中共的所有的重要会议举行期间，参加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严格监控的。那么这种监控呢，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明的监控，一个是暗的监控。明的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会严格的控制会议程序，比方讲不许你发言的时候就不许发言。那么第二就是大会是不许乱讲话的，小组会上呢是会允许大家发言，但是会有人详细记录每个发言者的讲话内容，而且上报。那么下面我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中共的这个会议控制模式。那国民党在威权时代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类似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国民党不会像中共这样的严密控制会议。那么从中共的这个会议程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任何会议，包括党代会像20大，还有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像这次6届七中全会，或者是每年一次的人代会，它通常这个程序是这样：先开全体大会，那么在这个全体大会上，大家不许自由发言的，而是全体乖乖坐，听最高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散会。散会以后呢，这个所有的与会人员回到驻地，分组开小规模会议。小规模会议的就是叫小组会呢，参加者是可以发言的，但同时高层会派工作人员记录他们的发言内容。然后小组会开过了，再开大会，大会上就会安排指定的发言人发言。那么至于什么人被指定发言呢？大家听我下面讲就会猜到。最后呢是最高领导人总结，然后就投票。那么这些小组会的分组都是按地区划分的。为什么这样呢？它是特地安排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在一起开小组会。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一个地区来的人彼此平时比较熟悉，可以互相监督。那么军队系统的与会者是不允许和地方的这个各个地区的与会者混合编组的，军方代表必须集中在一个组里头，也是为了军方之间互相监督。那么分组会议，刚才主任提到说有很多这个发言者争先恐后站起来发言，那确实他这个分组会议的发言呢不一定有事先的安排，看起来好像比较自由，但是呢会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在每个小组会的会场记录每个代表的发言内容。那么这些会议记录是不许与会者自己看的。比方讲我讲话了，讲完以后我不可以查那个记录我发言的人说你记了我什么话，
你是不是有选择性的记，是不是完全记的真实，有什么话被漏掉了，什么话被添油加醋了，都不许看的。那么这些会议记录记下来干嘛呢？当天晚上连夜汇总，整理成会议简报。有的简报是第二天发给与会者的，它的主要内容呢是引导大家按照高层意图来表态发言。那有的简报是第二天一早就送到高层的办公室，那种简报与会者是看不到的。那些送给高层看的简报里头不搜集空话套话的，主要是反映分组会每个会场的会议动态，还有出格的话。那么高层看到会议简报呢，是按每个小组单独编印的。哪个小组如果没有什么出格的话出来，没有人乱讲，那么这一期会议简报就很短的。那如果哪个小组的会议简报比较长，里面就肯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比方讲某某某讲了一句出格的话，那么高层就从中掌握到这个人态度了，然后决定说是不是要派人专门找他谈话。那么这种只给高层看的简报其他小组的与会者只要不在同一个会场，事后是不知道的，看不到高层看的简报，也就不知道某人讲过什么出格的话，所以就变成保密了。那是不是说不同小组的与会者可以私下交流，互相串联，沟通意见呢？我们在立法院，你看到大家随便乱走，一边走一边讲话，中共不是的。这个讲到对会议的与会者的暗中监控了。暗中监控呢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到每个小组有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和与会者是同吃同住同活动。那么同吃讲的是在同一张大圆桌上吃饭，同住是住在同一个宾馆，同活动是说比方晚上看戏看电影也都和与会者坐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呢？要暗中监视。那么这些派来监视的工作人员事先已经记述了自己所管的这个组的每个与会者，某某的年龄、性别、姓名、职务，在哪个地方任职，履历如何，他平时和谁比较接近，这些他们在开会之前已经都熟记在心了。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会场里的每个人都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但工作人员认识每个人，就他分管的这个组的人，他个个都认识，而且很清楚他的底细。你哪怕不呼他的姓，只呼其名，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那么平常他们是随时不动声色地观察与会者的私下交谈，哪怕在上厕所，他也会在厕所里头听。那么如果是与会者在聊什么今天天气哈哈哈，那工作人员不管的。但是如果听到几句牢骚怪话，所有这些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当天晚上每天晚上都有秘密任务，就是要写密报，专门记录谁在走廊里饭桌上讲了什么牢骚话。那每天半夜的时候12点，各个小组的密报要送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简报组整理，编给专门给高层看那个会议简报里头。这样的话呢，整个会议进程当中，与会者的一言一行，大概除了他在被窝里讲梦话没有人记录以外，其他的言论都有人记录的。所以对中共的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来讲，除非他是从基层第一次来，从来不了解中共高层会议这种控制程序，那他才会在小组会上或者在会外发牢骚讲怪话，或者做出打破中共会议控制程序的事情。那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有过的，但打破中共会议控制程序的人呢，不是中国大陆的人，是台湾人。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有个早年的党外人士叫黄顺兴，曾经是担任过台东县长和台中地区的立委的。他是1985年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投奔大陆，然后定居在北京。那中共为了对台湾统战呢，曾经封他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那么这位老黄先生呢，在中共的会议上是经常按照台湾立法院的模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表演，随便发言，不断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所以算是打破了中共的会议控制模式，是第一个人。到了1993年，黄顺兴在中国的那个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对三峡工程，那么受到压力，最后他只好辞掉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以后就死在北京了。
那么黄顺兴呢，算是中共的支持者，又是台湾人，所以他敢于这样做，因为尽管他下场并不好啊，那中共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需要这个花瓶，而且呢，他也不妨碍中共的大局。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中共与会的官员们，他们敢像黄顺兴这样做吗？他们懂得的，中共的官员都懂，自己在会场上就是个花瓶，而且是随时可以被高层摔碎的一个花瓶。实际上，所以这个任何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最高领导人完全掌握与会者的态度和倾向。如果发现苗头不对，某些事宜可能会有很大争议，那就会推迟表决，直到保证能有多数支持才投票。要不然呢，就是下次换届的时候，把那些讲怪话、发牢骚、讲真话的代表换掉，换成听话的乖乖牌就好。所以呢，中共从来不担心开会的会场上发生逼宫。也不用担心蠢蠢欲动，因为他既不许代表私下串联，也不许代表违背上面的意愿投票，否则都是要秋后算账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讲逼宫这个话题其实也算是有个结论了。简单来讲，就是说，就算中共里面有人想蠢蠢欲动，但多数的中共官员他只愿意做乖乖牌，也不敢不做乖乖牌。那么再追问一句的话，就是如果外面的人，就海外的人希望中共内部有人逼宫，那他们具体的指望谁在中共的会场上站出来，像黄顺兴那样表演呢？这样的表演改变不了高层预定的会议结果，但绝对是要改变他自己和他家人未来的命运的。后果如果是中共官员这样做，后果肯定比黄顺兴要惨得多的。所以私下里头你指望没有枪的中共官员对拿着枪的高层领导逼宫，能不能逼成，最后会逼死谁，结局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在公开的会场里头，面对绝大多数的乖乖牌，就算有少数人不计后果站出来讲一番，能够把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乖乖牌都逼反了吗？不可能啊！这就是中共的专制，在会场都是专制的。主持人提到了中共官媒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江泽民说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牵挂。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我在这里就先暂时不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文章的价值不在于谈逼宫，而是告诉我们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过程，还有就过去为什么中共只是嘴巴上凶，再就是江泽民时代中共对台决策的内幕，在这个文章里透露出来了。所以后面我们有时间，我想可以来介绍一下，因为它也关系到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认识这个今天的两岸关系。